我被挂在了瀑布里。我是怎么把自己挂到这儿来的？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。别忙了，所长，我们去过个泼水节吧。行啊，所长这工作谁爱干谁干。但是云南的泼水节不早就结束了吗？谁说去云南？我们去贵州啊。是的，我们决定去贵州，为所有人接一场泼天富贵。贵州号称万瀑之省，而它形成的原因要从地质演化说起。数千万年以来，贵州持续抬升，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高原。每次抬升，河床就会形成一个陡坎，河流由此落差增大，下切增强，陡坎便向上溯源迁移，遇到支流就分叉，如同细胞增殖，1变为2，2变为4，一条条瀑布就此诞生。在这样的地势下，整个贵州的河流没有一条能够好好走路，它们从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一路蹦蹦跳跳到海拔几百米的坝子，连成一张立体水网。它们跳进长江，跳进珠江，把云贵高原的高度化作势能，冲向海洋。我们也跟着一起跳。这次行程不单有我，还有我们公司的小伙伴，还有我们的向导刘老师，还有我们本次的旅行搭子纯水乐。我们一起向纯净出发，让自由上线，开启寻瀑之旅吧。第一站，我们去看一条来自地下世界的瀑布。这已经陷下去拔不出来了，如果滑下去的话，有点危险。所有人小心点啊！这条路线呢是纯野的，我们相互的照应一下。已经能听到瀑布声了。对，这个声音已经很大了。现在，我感觉就在下面。看到瀑布了，所长。哇！这就是我们要走的羊皮洞瀑布。所长，你看这个瀑布是不是和其他瀑布不一样？这个明显不一样嘛，它是从那个洞口里流出来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就是从溶洞里面流出来的。溶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，主要由可溶性的石灰岩组成，容易被水溶蚀。瀑布的上游是一条名叫暗流河的河流，它原本在地表流淌，后来地壳抬升，河水下切增强，把石灰岩溶出了一个洞，整条河就钻入了地下。它在山体里穿行了好几公里，中途短暂探出地面，又钻回地下，最终河水从半山腰的洞口奔涌而出，一头扎进下方的猫跳。我最开始知道这个瀑布，大概是我们一位摄影师发了一张照片，那张照片是很老的一张照片。当时我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我的感受是什么呢？就是口若悬河的具象化，就是这条瀑布。哇，这个水雾，这就是你家的水龙头，对，正在朝你狂喷。给你们擦擦。透了，湿透了，袜子都湿了，瞬间降温，体感温度好像只有0度啊！这个冰冷冰冷的。我要喊1、2、3，然后一唱啊！好，好，1、2、3，哦！在贵州，溶洞里的瀑布隐秘壮观，但仅仅远观怎么够？我们继续向纯净出发。下一站，我要和瀑布来场更亲密的师生接触。刺激不？太刺激了，过分刺激了！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不能不害怕，可以热身运动一下。请蝙蝠侠保护我。好，我保护你。
长感觉怎么样？感觉中间那一段快要死了，快要被淹死了。幸亏没喝水，全在憋着气。没事，再去一遍。再来一次可以吗？在无人在意的角落，导演又把我送上了扑降台。这次水可以喝，但姿势一定要帅。红洞滩瀑布是一条多级瀑布，第一级约100米，要我老命的第二级约50米。成功了，太强了，所长！一回生，二回熟，这回我终于没有倒着下来了。那再来一次。导演说经费不够了。刺激的迫降让我心跳加速，但静下来，才发现这里藏着另一种极致的松弛。阳光穿透水雾，把瀑布染成了流动的色彩。此刻，让我遇见属于自己的纯净游心。放松过后，我们去见识一下贵州瀑布的身高天花板。这是所长，为了出片儿，真是有点虐待老年人了。来吧，我们一起看看大片吧。这就是贵州最高的瀑布——滴水滩瀑布。这个瀑布好高啊，这能上去吗？这不能上去，因为它是没有开发的。滴水滩瀑布分为3级，总高410米，和上海金茂大厦差不多。这么高的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一切的根源在于它恰好处于贵州西部最大的一条断裂带上。断裂带附近岩石破碎，极易被流水侵蚀，而瀑布所在的位置又恰好是软硬岩石的分界面。上游岩石坚硬，下切缓慢；下游岩石破碎，河流便顺着破碎带拼命下切，切出了霸陵河谷。上游慢，下游快，落差便越来越大。霸陵河流到这里，只能纵身一跃。于是，滴水滩瀑布就此诞生。正是因为构造活动足够强烈，地势陡峭，在滴水滩瀑布不远处，河水还蹦出了贵州最宽、最壮观的一批瀑布，包括号称中华第一瀑的黄果树瀑布、陡坡塘瀑布、银链坠潭瀑布等10几条瀑布，也共同构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喀斯特瀑布群。在滴水滩，你发现地上有不少垃圾，这垃圾相当多，如果你不捡的话，它就是破窗效应就越来越多，大家都扔。那这种垃圾在喀斯特地貌里面危害有多大呢？首先，它本身就会对土壤产生危害；另外一个，它还会污染地下河流，根本治理不了。滴水滩再见了，我们下一站见。这一站，我们看到了贵州最高的瀑布。下一站，我们将钻进一条地缝，寻找贵州最密集的瀑布。这里是马岭河峡谷，它是一条又深又窄的地缝，平均谷深约200米，宽约100米。但它的前身却是一条地下河，后来地表坍塌，才变成了今天的峡谷。随着马岭河主河道持续下切，四周的支流跌入峡谷，形成瀑布群。哇，看这个石头，这是被溶石掏空了是吧？对，掏空了。这个其实都是以前它这里是那种地下暗河溶洞坍塌了掉下来的。啊，这都是房顶上天花板都掉下来了，这条地下暗河就露出来了。哇，哇，好震撼！万马奔腾。在马岭河水系，几十条支流，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，一同跳入几百米深的峡谷，流入同一条河流。到这里，我们把贵州的瀑布看了个够，最野的、最刺激的、最高的、最密的。但还有一条瀑布，它跟前面这些都不一样，因为它有一份正经工作——种地。这
这里是腊力梯田瀑布，四周有800多亩梯田，是附近布依族人的生计。这里生态真好，你看，生态好上面可以拍一下，上面全是白鹭。你这个大米卖多少钱一斤？大米啊，在3元左右。3块钱，啊他收3块钱还是说？他收3块，他收3块，卖出去卖5块，卖5块，那算比较好的米了。很好啊，我们这很好的米里米质相当优质的。就是我看写的原生态大米是吧？啊，原生态啊。然后用这个山泉水来灌溉，纯净的生态，加上瀑布带来的山泉水，让这片土地仿佛备受眷顾。但上世纪60年代前的腊力人却不这么想，他们面对的是瀑布从陡崖上一跃而下，带走了大部分水源，而梯田却得不到灌溉。于是，腊力人决定在陡崖上开凿水渠，将瀑布的水引到山坡，利用地势高差，层层灌溉梯田。没有水渠的时候，灌溉面积太少了。后面呢，我们的前辈啊，在1958年的时候就着手在那个崖壁上凿那个水渠。这个水渠就是那个从山上引下来的是吧？啊，对，都从水源那里引过来的。这水好清啊，泉水嘛。泉水啊。对。1958年以前呢，这个水是过不来的。这个崖壁是这样一个形状。是从这儿整个对上去。最艰难的一段。最艰难一段啊！从这里一直这样凿过来啊，一点点推进。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工程量很大啊。很大。所以才凿了是几年时间？4年，扣掉工时的1万多个工时啊！ 1万多个工时啊！对。这是我们水的源头这样的瀑布掉下来，掉到这里面，到我们引水渠就是灌溉农田。我这个在者的农田呢，99%灌溉有保障了。我们这里有瀑布，有梯田。你们看，这里有个石头这样顺着那个大拇指，就是点赞的意思。赞，也就是为我们腊力田园风光点赞，所以我叫它大耶石，就是耶的意思。耶！这股飞流直下的丰沛水源，不仅塑造了当地的农耕模式，更孕育出了布依族独特的饮食文化。烘干是吧？来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特有的那个花米饭。花米饭。我们的利益就是补充灯了嘛，补充。贵州咱们那个大山里头都好多布依族是吧？布依族是依山傍水的，就是我经常给他们介绍说，你讲，有布依族的地方不一定有山有水，但是有山有水的地方肯定有布依族。肯定有布依族哦，说得好。山与水滋养了布依族千百年，他们便在这里把日子过成了歌。座座山，一条条河，拜个了，拜个了，拜鬼就拜鬼就，跟羊嘛，跟羊嘛，跟乱嘛，跟街。白云山就是我的家，美丽的贵州啊，我们一碗家乡酒，今生一壶绿芜茶。陈管良。这就是贵州的河流，
他们跌跌撞撞，遇崖就跳。这一跳，跳出了中国的瀑布王国，也跳出了贵州人的家园。所长，这次贵州之旅咋样？太爽了！这是我所有旅程中最自由的一次，体验了很多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项目，非常的好玩。一边科普一边玩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去迎接贵州的坡天富贵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也特别感谢纯水乐陪伴我们这次旅程，一起向纯净出发。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要来贵州玩。所长，喝点水。不要了，我只喝纯水乐。